大家听说了吗？我们熟悉的那个全球化贸易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暴力拆解。这不是危言耸听。伊朗在3月2日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可是全球1/5石油供应的生死线啊！这一掐断直接导致了亚洲能源市场的大地震。原本平静的海面上，成百上千艘巨轮突然失去了方向。红海乱了，苏伊士运河走不通了。班轮公司们像惊弓之鸟一样纷纷撤回航行计划，掉头去绕行遥远的好望角。当全世界的巨轮都在海上绝望，流浪各大港口被彻底打爆的时候，处于风暴中心的新加坡港不仅没有被天量涌入的巨轮压垮，反而靠着这波史诗级的危机赚得盆满钵满。你可能想问，当全世界的船东都在滴血的时候，新加坡这颗赤道上的小红点凭什么能完成一次教科书级别的财富收割？现在的马六甲海峡就像是突然涌入了几倍车流量的高速公路口，压力大到了爆表。而新加坡作为这道咽喉上的核心枢纽，正被迫承受着这种时间换空间的惨痛代价。港口外面全是密密麻麻排队等待挂靠的船舶，这种扎堆到港的混乱、死争的是我们在现代航运史上从未见过的奇观。我们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全球流动性，在导弹和封锁面前脆弱得像一张纸。如果说航线中断是外伤，那么燃料价格的狂飙就是内出血。在刚刚结束的2026亚太海狮展上，新加坡海事局长的话让所有从业者倒吸一口凉气。大家敢相信吗？短短5个星期，新加坡的低硫燃料油价格竟然翻了1倍还多，直接从每吨486美元冲到了1000美元大关。这哪里是在加燃料，这简直是在往油仓里灌黄金啊！最诡异的现象出现了，以前新加坡的油价只比欧洲贵那么一点点，但现在两地的差价居然拉到了250美元。这说明什么？说明全亚洲的船东都在发了疯，一样抢夺新加坡手里的每一滴油。因为如果你在新加坡加不到油，你的船可能就得瘫在半路，彻底变成海上的漂流瓶。现在的加油预约已经不是提前24小时打个电话就能搞定的了，很多船东甚至出现了恐慌性囤货，哪怕油价贵得离谱，也要咬牙买下双倍的量，就怕下个月连买的资格都没有了。面对这种极限压力，新加坡港到底能不能顶住？这是全世界都在盯着的悬念。我可以告诉大家，新加坡展现出的那种硬核韧性，真的让人不得不服。现在新加坡港口的堆场利用率已经飙到了90%的红线，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集装箱。由于船期乱得一塌糊涂，货物在这里滞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换做别的港口恐怕早就瘫痪了。但奇迹就在于，哪怕是在这种高压态势下，新加坡居然把船舶平均等待时间控制在了 1.5 天以内。相比之下，非洲有些港口的等待时间已经跳到了22天。新加坡是怎么做到的？靠的就是提前布局的数字化武器。早在去年，新加坡就全面推行了电子加注单和中央验证系统，这套系统每年能省下4万个工作日。在危机面前，这种数字化带来的行政缓冲变成了救命稻草。当别人还在忙着核对纸质单据人工调度时，新加坡的数字化后台已经在秒级处理海量数据，优先保障最紧急的航线。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能成为全球航运的稳定器。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港口，更是一个拥有聪明大脑的智慧中枢。在乱局中，这种确定性比金子还珍贵。现在有超过2万名海员被困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硝烟里，他们中的很多人正眼睁睁看着船上的淡水和食物一点点耗尽。由于地区港口戒严，他们无法靠岸，无法回家，甚至不得不靠煮沸非饮用水来维持生命。更可怕的是，导弹是不长眼睛的。短短3周内已经有20起确认的袭击事件，甚至有海员在导弹袭击中不幸遇难。对于这些海员的家人来说，
每一个夜晚都是在惊恐中度过的。在这个关键时刻，新加坡再次站了出来。作为国际海事组织的重要成员，新加坡正在带头提议建立安全海事走廊，要给这些被困的商船开辟一条生路。新加坡海事局明确表态，确保挂着新加坡国旗的船舶和海员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通过与海军资讯中心的实时联网，新加坡在24小时监控着每一艘受影响船只的状态。这不仅是履行国际义务，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担当。毕竟，全球贸易的流动本质上是靠人来实现的。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和保护，再繁忙的航线也只是一片荒芜。这场中东的火已经烧到了东南亚每个人的家门口。现在的东南亚正从物流压力演变成一场真正的生存挑战。菲律宾已经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甚至因为航空没有短缺，很多航班都要面临停飞。而越南的情况更让人揪心，他们引以为傲的纺织品、水产品原本25天就能运到欧洲，现在却要走上50天，运费翻倍，货期延误，直接导致越南的出口损失可能高达80亿美元。马来西亚为了稳住粮价，每周都要砸下几十亿林吉特的燃料补贴。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单一的供应链是多么危险。当航道被切断，那些曾经的经济奇迹可能会瞬间失色。新加坡虽然在努力支撑，但整个区域的阵痛才刚刚开始。我们习惯的低价商品快速配送，在2026年的这个春天都成了奢望。这种深度的全球化脱节，正在强迫每一个国家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存之道。你可能已经发现了，最近的电费账单变厚了，网上购物的运费也涨了。新加坡的通胀压力正在通过每一桶原油向上，每一单快递传导到我们的钱包里。面对这种局面，新加坡政府动员了4道防线，从多元化进口天然气到充足的燃料储备，再到东盟电网的整合。我们正在用一种国家级的冗余来对抗外界的动荡。这种冗余虽然昂贵，但在危机时刻，它就是我们的保命符。同时，这次危机也成了转型的加速器。在今年的海事展上，大家谈论的不再是省钱，而是如何使用绿色甲醇、氨能甚至自主驾驶船舶。因为大家都明白了，摆脱对单一产油区的依赖，不仅仅是为了环保，更是为了不被别人掐住脖子。这就是2026年给我们的启示。物流的价值不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韧越好。新加坡正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努力构建一种确定性。只要我们能守住这一关，每一次危机的脉动，最终都会变成更深厚的砥砺。那么面对这波物价上涨和能源危机，你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了吗？或者说，你觉得未来的全球贸易还会回到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时代吗？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欢迎点赞订阅，我是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